这个男人正在给游行集会的商贩们发饮料，突然一个大叔向他借打火机，于是男人随手借给了他，没想到却不是用来抽烟，而是点燃了自己。众人惊慌失措，正当大火烧满全身时，男人见状立刻奋不顾身冲了上去，将火扑灭，救下对方。很快，男人孤身扑火救人的这一事迹被媒体大肆报道。没多久，他就接到了韩国民国党的邀请，让他以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当地国会议员的竞选，这也让他进入了政界的梦想，奠定了基础。接着他就被邀请参加地方选举，成为国会的议员。想到自己能进入政界施展抱负，男人开心得合不拢嘴，就这么轻松进入政界圈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他早已掉进别人设计好的陷阱。尽管他的初衷是为人民着想，但他的方案却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盯上了。男人的老婆小美知道老公竞选了国会议员，也非常的开心。而这个男人的老婆小美也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性，精明干练，在一个画廊里当副馆长，但是却经常被馆长压制。为了能在馆长退休后自己能当上馆长，他联系到画廊投资人财阀韩会长，提出用漫画帮他洗钱，并找到一个海归艺术片导演。而这个男人希望对方能协助自己前往巴黎成功举办一场画展。为了向馆长和其他同事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小美主动找到馆长，请求前往巴黎参加漫画拍卖，实际这次就是帮画廊洗黑钱。馆长同意了，于是这个男人和小美一同前往了巴黎。同时，小美的老公成功竞选了国会议员，而政客还给他安排了年轻漂亮的美女秘书小爱，每天都跟在自己身边。秘书也把眼前这个男人当成偶像，非常直白地向他传达了对自己的仰慕之情。在一次慈善宴会上，男人认识了很多富商名流，面对这些所谓的采访，他聊得起兴，毫不怯场。喝过几杯酒之后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女秘书露出了妩媚的笑容，这让男人再也无法拒绝。随即两人便进了房间，亲吻了起来。而小美和导演刚到了巴黎，两人就意乱情迷地在一起了。可是他们没有发现导演的摄像机忘记关了，镜头正对着床上的两人。这么一对年入百万的夫妻二人，不满足现状，同时出轨，利用各自的资源，为了进入上流社会，一步步向上爬。而小美这次来巴黎不光是为了陪导演，也是为了利用一笔交易帮韩会长洗钱。但在任务完成之后，就被警察以洗黑钱的罪名带走了。好在他有一个国会议员的好老公，男人用他的人脉把妻子保释了出来。紧接着，帅气的导演摄影师和小美一起策划着画展的细节，和导演之间的感情也日益升温。两人的亲密举动却被和他有过节的同事看到了，他趁着两人不在，翻看了导演摄影师的电脑，果然发现了两人的视频。然后女人立刻将视频交给了馆长。与此同时，男人出轨的事也被小美知道了，但小美只是对秘书冷嘲热讽了一通，却没有对这个男人老公发脾气，仅仅警告他不要影响了自己的前途。男人听完也非常诧异，没想到妻子在乎的竟然是自己现在的地位，而不是出轨。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男人更加郁闷，合作方大型投资银行社长决定撤资，这意味自己前面努力的所有计划都将落空。接着他去医院看望那位自焚的大叔，大叔问他自家店铺的租金是否已经缴清了，这让男人终于明白了，原来大叔的自焚是民国党安排的，目的是要给本该参选的议员制造良好形象。但他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个计划，所以他们迫不得已将男人推了上台。而操作这一切的人其实就是某集团的财阀会长。原来这个会长早就和民国党勾结，利用他们的权力勒索并洗劫市民的钱财，并分出一部分封政客的嘴，再把大部分的钱放进空壳公司，然后利用美术馆把钱洗白。另一边，小美发现同事掌握了她和导演的视频，这让她震惊不已。她连忙找到同事，低声下气的想要回视频，可同事并未理会。面对对手的威胁和馆长的位置，小美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浓妆艳抹，穿着性感的衣服，想要会长让她升为馆长，使用了美人计。正当会长准备享受这一切时，会长夫人的秘书突然出现，拿着相机开始拍起照来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馆长夫人设计的，以此威胁会长多给自己一些好处，然后让小美当上馆长。而小美的不雅视频也被会长知道了。而此时住院的那位大叔突然不幸在医院去世。由于老人的去世，让男人也终于良心发现，他确实想成为议员，但不能与这群道貌岸然的杀人犯会长为伍。他决定调查此事，收集证据举报对方。很快，通过女秘书拿到了民国党非法集资的账本，但是老婆小美却阻止了丈夫的这一举动，因为会长手中有她的视频，扳倒会长他也得完蛋。男人不知道真相，觉得妻子不可理喻，两人为此争吵起来。在争吵中，妻子不慎跌倒，送进医院后，男人才知道妻子患了子宫肌瘤。回想起两人的点点滴滴，十分心疼妻子。出院后，两人敞开心扉，最终原谅了彼此。不久之后，小美举办了画展，在第一场的画展上，她直接把自己和导演的视频当作画展的第一部作品公开了。
并说道：“其实真正束缚我的并不是威胁我的那些人，而是我自己。此刻我要做欲望的主人。”小美的这一举动让老公没有了任何牵制，韩会长也没有了威胁他的把柄。随后，二人联手将民国党非法集资的账本交给了检察院，将韩会长送进了监狱。男人最终没能当上议员，小美也辞去馆长的职位，夫妻二人放弃了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。当正义欲望摆在面前，夫妻两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正义。这个故事来自电影《上流社会》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多少人都不敢面对自己的欲望，只能被欲望驱使着前进，直至迷失。或许只有正视自己的欲望，做自己欲望的主人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。